所以透天这个东西啊，它越来越没有什么优势，就是这样。好，问题根源出现在哪里？是那个透天的土地变不值钱吗？哦，不是，问题出在你那个透天那一个地带附近就没有什么实价登录嘛，对不对？那即使你这些实价登录给它硬冲上去，就是你去当那个勇者，你真的是800万，然后去搞了一个中古的透天5030几年的透天。你自己住的会开心会舒服吗？除非你1楼是打算当店面用的嘛，你可能开个什么材料行之类的，对啊，那你不开心也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你之后你要怎么卖？你唯一能参考的实价登录也是你当时你自己买的那个价钱，对不对？然后也没有更新的啊，因为那条街就是这样啊，就是都没有什么成交2年3年都没有什么成交，实价登录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都是超久以前的东西。这个就会形成你的房子怎么样很难脱手。先说结论啊，第一点，合约上押贷款未达几成你的成数8成7成都可以本合约直接作废，无条件解约第二，直接买预售屋，第三，直接换一间买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屋主要延迟交屋怎么办，然后他还要动履保里的钱怎么办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银行建价都很低怎么办？这个题目以太多观众来赖我了那我就一次讲一讲好来。先描述一下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看上一间房子然后你也下了斡旋也谈好价钱了，然后要去跟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银行的建价跟你的成交价落差很大。好，落差有多大？我听过最生猛的高雄案例，就是屋主开2400，然后银行建价多少？780。对，你没听错，780。这个你叫人家怎么买嘛？那你差一点点那个人家现金补足，可能东拼西凑还有办法，这个只是差1000多万，谁有那个财力去凑？那真的手上就有这样子凑了说1000多万了，他为什么只会看2000多万的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说，因为现在房地产在热，所以很多妖魔鬼怪就这样就跑出来了就是很多中古啦然后就会开非常夸张的价钱，然后那个买方比较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先去银行先估会发现那个建价的落差太大，那就不要买了。对，那很多买方不晓得那就会遇到这个题目，这个补1000多万现金，这谁有办法那这个有没有解法第一招倒是没什么用啊，这个都是预防胜于治疗，就是你合约上你要押贷款未达几成，本合约直接无条件解约那你这个就是要叫你的中介去帮你熬，不好意思，中介他赚这个 commission， 这个事情就是要给他去办那现在可能会遇卖方拿翘，就是好麻烦啊，不要，我要换下一个，不要那么多的有可能那就只能说这个你要下这一层保险然后来保护你自己，你不要到时候骑虎难下违约对，所以要是真的卖方不给你压这一条，那你就换一间去买你不要觉得可惜不然这很危险啊，你不觉得吗？会同意的屋主很少就如果你是屋主啊，你遇到的买方毛那么多，你会不会同意？不要骗啊，你也不会同意，你一定是叫房东去换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的成功率不是很高那除非你的中介就很帮你，然后就一直去说服屋主那没关系啦，人家这年轻人什么的啊，这个没有然后去熬，然后让那个卖方屋主不明不白的，他就给他钱，好了，然后给他钱对，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中介有做到他专业的服务的部分那比较恶劣的是，那个中介又跟你讲说啊，没有这个贷得到你放心这个我办好几件，这都贷得到，干。他是银行嘛，他讲这种话，对啊然后他就是怕麻烦，怕懒得去跟屋主沟通，或者他觉得屋主是个叽歪人然后你比较好讲话，然后他就是说这个很不好的事情你作为买方，你还是要保护自己尽量要去压这一条。总之如果你还是觉得说这个很麻烦，中古屋就是这样很麻烦，然后建价、银行贷款，然后种种问题的话，你可以去看预售啊，对不对？虽然我买房阿元我都在讲中古，可是现在市况比较起来，预售虽然很贵，都是未来价，可它怎么样？干干净净的对啊，那个头期款压力也没那么大，然后建商要搞优付，然后整批再售，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预售屋它的 CP 值一定没有中古高，因为它价钱
就摆在那边，可它至少是个相当透明、干净、安全的选择嘛。不然，如果你就是要硬凑那个头期哦，然后要搞到用装潢贷、信贷什么来补，那个风险，这是预售反而还比较低。它那个预售只是 CP 值低而已哦，但是它在那个买卖交易的安全性上哦，这个都是比中古还要高很多的。所以你要知道哦，如果是我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做法不会是买预售屋，或是去硬凑那个钱出来，我会怎样？我直接换一间，见价见得到的，对，不管多喜欢哦，我都直接换一间哦。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这间房子如果你要卖得快，就你手上的房子你要卖得快、卖得好，要怎样？你要让下一手也好贷款，这个是房子好卖的前提。那今天如果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就遇到了。你买这一间就遇到了这个银行建价跟那个成交价格就很悬殊，然后搞得你要凑头期，然后要死要活的，那你的下一手怎么办？对不对？那他下一手在凑头期的时候不是更辛苦，因为房价又更高了。而且你要想为什么这个地区银行建价会那么低？我未看先猜，就是因为它附近怎样实价登录爬得很慢，银行都是看实登的它不能不看实登，因为实登是内政部出来的公告的东西它看实登它最没有事情银行就很保守嘛有那个内政部实登的背书，它一定去参考那个东西好，那银行看实登，那有没有可能发生说等着你要卖房子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涨幅其实还好而已，因为附近实登太少啦当然啦，这个都是猜测你还是要看个案的状况。你也不要5年以后拿着这支影片来跟我说我当初就是相信你怎样，没这种事情你就是自己要研究附近的行情。如果你那个地区实价登录就是很少，那你还冲进去买那买了之后，你日后你当然也是难卖啊。为什么？因为买方建价都见不到啊就是这样那比较理想的是什么？是实价登录都很 OK 都一直出来，更新也蛮快的，然后价格一直稳步向上。银行也比较喜欢做这个案子，为什么？因为清清楚楚嘛，他不用就是他也知道这个房子现在不止这个价钱不止这个价钱，可是附近实登你要他怎么去佐证？对啊所以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了银行建价都很低怎么办？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个赖我的观众说，他就是看到一间房子中古屋主开2400，银行只见780，你看这差距之大，一般人根本都付不出来那我的解法就2个第一个合约直接压，贷款未达几成合约无条件解约那这个做法有成功率的问题可能是低的，以现在房地产在大热的情况。那第二个做法就是就算了，就换别间，要不然就看预售预售虽然贵很多，都是未来价，可是它就是干干净净，你知道，它的交易就是你直接对建商然后建商现在都会推优付那如果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会直接换一间中古买，见得到的中古买那不管原本这间我多喜欢，我都会换掉，因为那个建价差太多了我自己喜欢那是一回事。这会导致说，我之后过了3年5年，我要卖的时候，下一手一样很困难来买就对了，所以就不 OK 了。那我们房子要怎样好脱手？你们不是常来问吗？就是我这间好不好脱手？还没买就来问我这间好不好脱手？好脱手的前提是什么？好脱手的前提就是这间房子买方好贷款。好贷款，他首购他就贷得到8成他第二屋的话，以现在的版本答案，他就贷得到6成这样子就是好脱手那你看这个建价，银行建价跟成交价差那么多的房子，明显就不符合这个标准那这个买起来就是不好脱手那最后我来问你，你有听过开价跟建价最多差多少钱的东西欢迎你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也是想要知道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资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
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好，那讲八卦，我们刚刚全部讲的东西都是个案那我现在来讲一个市场的市况我在高雄嘛然后高雄老一辈的人都怎么样？他们买房子都买什么？透天，对不对？谁给你买大楼就是都要自己住自己家透天。那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然后现在市况的关系，那个透天变得超级之贵，然后大楼年轻人喜欢有管理员那个不用追垃圾车那什么有没的所以现在变成说高雄的大楼案交易也很畅旺，不然你在时间再倒退个也不用很久你倒退个5年8年，那个时候高雄买房子都是买什么？都是透天先看透天谁要看大楼真的是这样你看时间过个5年8年，这个市况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大楼案当道。好，那透天以高雄来说都有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我还去看在什么前镇那边那个叫里亚瓦啦就是里仔内里仔外嘛好，那边的透天其实品相很不错很不错，那个也是一个观众就带我去看，好像是他要卖吧还是怎样，好就很不错都整理过了好，然后就要开1400万来卖请问这1400怎么来的？屋主自己觉得那边我看了2间另一间直接开到1860万要卖。问题来了，他那一整条那个都是中古透天透天又中古，你看那个屋龄对不对？是不是说几乎都30以上？问题来了，他拿一整条街，它不是像社区大楼，一个社区大楼好几百户嘛，所以它实登都有嘛，实价登录很好查这样。它是透天那一条街几乎都数得出来，都2位数而已。然后过去5年应该都没有买卖就很少买卖。你最接近你这个东西的实价登录，也不是这条街。就是3年前的隔壁条街怎样的，所以这建价上就会怎样，就很困难。现在高雄的透天就有这个情况，我相信台中也是这个情况桃园也是这个情况。如果你买透天的话，为什么透天你要买的那个案子附近可以参考实价登录实在太少了都嘛说什么透天地坪很大，土地很值钱什么？那你看银行建价怎么样顺不顺利人家屋主在开价都开什么？开他自己认为多少钱也不太会去参考实价登录。为什么？因为那个实价登录一打开那个都几年前，而且是隔壁条街的那个，关我屁事，对不对我就是要开180来卖对结果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去看前镇，一个开1400的嘛一个开1800的，然后最近的实价登录都900多而已，而且也不是这条街。对那你要银行怎么办？好，如果这个买方这就是很典型不好脱手的房子，然后透天很多都这样，中古透天很多都这样。来，我现在来模拟给你看如果有个买方他要买这间透天会发生什么事来，首先银行建价根本就见不到，我们假设就是1860，他假设成交在1800好了，结果附近最新的实价登录才900多，这差了多少？差了900多万。然后银行假设有办法就给你认到，也不会多少，大概就给你认到1500好了然后1500，然后放你8%，1500的8%，然后跟屋主他1800，你自己看，这些就是你要准备的钱那你这至少已经400-500万去了。好，然后你买的又是透天，对不对？透天要不要整理？中古透天要不要整理？要啊。好，整间透天整理起来，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不是250万又喷出去了？所以你会为了要圆一个透天的梦，然后怎么样？前后喷出的钱，可能现金都到800万，然后买到是一个中古的透天。我现在讲的是中古透天，不是那种盖一个那个社区型透天这种案子最近也少很多那个有实力的建商都去盖大楼。好，
那就这样啊，这就是很不好脱手的典范。那你手上有800万现金的买方，你看他可以看美术馆的大坪数豪宅了，对吧？那此时这个中古透天整理完也还好那因为就地坪就那个样子然后生活也是被分成的，然后跟他去住一个大平层，然后又是一个好地段美术馆，你说年轻人2代当家他会怎么选？所以透天这个东西啊，它越来越没有什么优势，就是这样。好，问题根源出现在哪里？是那个透天的土地变不值钱吗？不是，问题出在你那个透天那一个地带附近就没有什么实价登录嘛，对不对？那即使你这些实价登录给它硬冲上去，就是你去当那个勇者，你真的是800万，然后去搞了一个中古的透天5030几年的透天，你自己住的会开心会舒服吗？除非你1楼是打算当店面用的嘛，你可能开个什么材料行之类的。对啊，那你不开心也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你之后你要怎么卖？你唯一能参考的实价登录，也是你当时你自己买的那个价钱，对不对？然后也没有更新的啊，因为那条街就是这样啊，就是都没有什么成交2年3年都没有什么成交，实价登录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都是超久以前的东西。这个就会形成你的房子怎么样很难脱手，你自己在买的时候很难买，那这间房子不用想了，未来一定很难脱手所以我这么推荐做中古大楼的案子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一个大楼这样好几百户，对不对？好几百户，它实价登录就很密集啊，它就不会有出现什么见价见不到的奇葩事情都有了最近1-2个月的实价登录通通都有，那你就看到越来越高，然后偶尔来一个特殊交易都变得很低。好，所以中古大楼在买卖上就是好脱手就好，你也好，你是买方的时候你好买，你好贷款；你在卖的时候，你的下一手他也好贷款至少建价跟成交价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这是我推荐我们如果要自产的话，选中古电梯大楼的核心的理由之一。真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什么只是理由之一，没有，这是核心的理由，就是实价登录很密集很齐全都有东西可以参考，而不会像透天一样这个买一个中古透天真的他去了半条命，然后你有那么庞大的现金，你干嘛去买那个30年40年的透天你年轻人一定给你选那个大平层大坪数，可能是4房双主卧，然后双车位，一样是同一笔钱搞得定然后又是好地段要么新湾区要么美术馆要么左营高铁特区，怎样都比一个什么前镇什么里亚来什么有的没的那个透天还要理想。那种很难处理的透天就一种剧本，我认为合适除了情感因素以外，情感因素你也不要忽略就有人说没有因为我就住在这里哇，亲家弄你的家，我就是要买好，那个就不管他他就是钱多他就去买。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买来隔套了买来隔套来做投报率的。可是老透天来隔套，你知道那个整理要花多少钱吗？才一个观众来留言区留这个留言区你找一找，你应该都找得到他们做一个隔套透天的隔套，这样翻新花了现金就600多万，600多不含买透天的钱600多万，对啊，就会变成说什么？变成说你现在隔套的投报也不好了。好，为什么不好？因为现在工太贵了。我们以前这个在做隔套，这也是最近跟那个前辈聊天聊到，以前一个公寓我说高雄在隔套房隔套房就是公寓4楼5楼或者什么5楼顶加你反正就是隔套房，隔出一间套房总共大概要抓多少钱？40万我以前就是一间清清白白的公寓你把它弄到隔套可以住这样40万有找可以隔出一个套房，那你要隔4套，那你就是4比40万，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最近怎么样？最近55万都做不起来50万都做不起来，这很影响投报率呢。为什么？因为你中古公寓的那个总价也没多少，可是你的工钱多那么多，它就会冲淡那个投报率那这个钱你没花之前都还好，一旦你花了之后，那你要怎么办你花了大价钱，你去隔出来的投报率也没有很高也大概5%、6%而已说不定才4%，逼近5%而已。那你怎么办？你自己收租，收租之后你要卖
下一种买方兴趣缺，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就这个投报也没很高啊，他不如去随便放生出租一个中古大楼案，然后放生2间，然后这样子它涨幅都抵得过你那个透天来收租、隔套收租，或是中古公寓收租，还这个价差都抵得了这个收租好几十年，对啊，所以这种透天案除非你是真的有需要，可能你家族啊怎样啊，那就是要买。否则，现在看一看透天的优势越来越少了。好，我讲的是中古爬楼梯的透天哦，你不要拿那个里面有电梯双车速的那个东西拿出来讲，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然后透天，你地段好的透天又有什么问题？那个地价税又很贵，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呢，我看透天除了隔套收租，因为工钱贵的关系，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真的啊，我实在不知道透天有什么好，然后再加上我天生就比较不喜欢透天因为他的生活都是被分层的，你们跑来跑去，我就不喜欢啦，还是喜欢大平层全部都在同一个平面，这个老人住起来都会安全非常非常的多。我有一集影片就在讲这个，我说透天爬楼梯你可能你一整天上下爬的楼梯，比人家住5楼公寓的爬的都还要多然后老人家只要跌倒一次那就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是摔楼梯我们年轻人摔楼梯就来摔啊，我也不是没摔过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乱跑，我们摔到痛半个月痛就痛就这样那老灰来摔一次楼梯，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对，所以时代在改变以前大家都在买透天，是因为就是都透天嘛。那现在有大楼案，管理也 OK， 又大平层又无障碍又有管理员，又不用追垃圾车。时代在改变如果你是要长期自产的话，我真的是建议你就买中古电梯大楼2房3房的来放生收租，然后合法缴税大概就这样，你也不用去动那个念头去做一个中古透天隔套收租或什么。现在工钱实在太贵了，贵到你做这个剧本怪怪的，你真的是会不如你就是去买2间中古电梯大楼，然后这样慢慢收租之后你的价差都抵得了你收20年的隔套收租，这是我的看法啦现阶段现在这个2024年下半年的看法，目前是长这个样子那未来市场会不会变？我告诉你一定会变，但我目前实在没有看到老透天、中古透天这个威力会变强的什么因素呢？真的没有，不太有好，跟你分享。